类通缩时代，有些资产看着便宜，其实非常危险。这5类资产在当下这个时点，普通人千万别碰。第一类，高杠杆的房产。很多人觉得现在房价已经跌了好多，于是呢开始动了心思，想着是不是该抄底买一些底部资产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啊，在类通缩的时代，便宜不等于有价值，接盘等于套牢。什么是高杠杆的房产呢？你比如说3、4线城市的房子，或者是商住混合的房子，还有那种租不出去你也卖不掉的房子，这些呀，在当下都属于不能碰的高杠杆的房产。在通缩周期当中啊，预期是收缩的，现金是稀缺的，信贷是紧缩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呢，银行不爱放贷款了，大家不想借钱了，没人想加杠杆接盘了，接盘等于就套牢了。你以为的捡漏，结果很可能是买入即套牢，租不出去卖不掉，最后呢还得继续交各种税和维护的费用。第二类呢，就是各种高收益看不懂的理财产品，比如说各种所谓的返利险啦、高息定存加上赠送额度啦、私募打新呀、量化衍生品呀，或者你的 APP 里跳出来的7天年化收益10%的各种理财推荐等等。在通缩的环境之下呀，资金成本在下降，流动性却变得紧张了。那这些高收益的背后，要么就是刚兑的幻觉，要么就是风险的黑洞。大家记住啊，如果你都知道某种东西是稳赚不赔的，那它估计早就被大机构扫光了，不会轮到你。类通缩的时代，我们要的不是收益率，而是本金别出事儿。第三类呢，就是刚性成本的重资产生意，重资产，特别是各种重资产的线下的生意就更不能碰了。比如说啊，加盟品牌咖啡馆啊，商场里面的小餐饮呐、或者是有人忽悠你去打造高端的线下门店啊，让你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装修一家高成本的机构啊，等等。看着是创业，其实呢是在砸钱试错，最终呢你会沦为消费别人的希望。在通缩的时代之下，人流在变少，消费在变低，支出啊更加的刚性。你这样的创业就会面临招不到人、留不住客、砍不下成本，很容易被反噬，搞着搞着你就会现金流断裂了。通缩时代不是不能创业，但是一定要轻资产、快迭代、高留存。第四类呢，就是那些讲故事的高估值资产啊，特别是那些所谓讲故事的概念股，千万别碰。那些没有利润、只讲市梦率的公司，靠着所谓的 AI 概念啊、元宇宙概念啊、Web3噱头拉升的股票，还有币圈、NFT 等等之类。通缩的环境下，资金变贵了，大家都保守，到时候机构先跑，散户就会最后被接盘。一旦估值撑不住，就会出现杀估值加杀业绩的双杀结构。讲的好听呢是新赛道，讲的难听呢就是泡沫爆破。通缩时期啊，对这类资产的投资最好是看得见现金流，看得见利润，看得懂逻辑，否则你赚的是想象，亏的可是真金白银。第五类更凶险了，就是那些高风险、低信息透明度的海外投资，比如说去某些中介推荐的外国国家买房啊，或者有些人忽悠你去买外国市场的某某企业都没听说过名字发的企业债呀，各种吹的天花乱坠的 REITs 产品呀，去买没有合法合规平台的某某虚拟币呀、山寨链呀这些项目，还有人啊被某些人安利是去什么低税区啊、新兴热点资产等等各种的投资，说的是天花乱坠，背后呢很可能就是转移风险、传递泡沫。大家记住，在自己认知边界之外的投资，都是对自己的资产不负责任。通缩时代啊，最闹心的就是那种你赔了钱，但还不敢告诉别人是怎么亏的。好，最后总结一下啊，通缩的时代之下，普通人最好别碰的5类资产。第一呢，就是高杠杆买房，特别是抗风险能力差的房产。第二种不能碰的是号称高收益又保本的理财，看不懂别买。第三呢，就是固定资产投入重、现金流差的各种线下生意。第四呢，就是靠概念支撑的各种高估值股票和加密资产。
第五呢，就是不透明、无监管的境外投资渠道。最后呢，我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话：通缩时代最重要的投资呢，不是资产，而是认知。你越清楚哪些坑不能踩，就越容易在周期下活得久、活得稳、活得有余粮。那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什么资产可以投，那我下一期视频继续为大家讲解通缩时代我们的钱放在哪里最安全。